调和一下。这个底色是这个太白加3绿调和，底色是这个太白加3绿调和。好，我们调色的时候，我们不管这个真花是什么颜色，我们把它画成什么颜色都不重要。现在盘子里有这个颜色，有这几种颜色，我们就用这几种颜色去画就可以了，好不好？好，我们先调这个珠标，把珠标均匀的调一层在笔的1/2的地方，然后我们再调一些这个大红，调一些这个大红色。然后我们先来画这个反瓣啊，画这个反瓣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调这个，有些地方可以不用调这个曙红，有些地方可以不用调曙红。我们先画这个反瓣啊，画这个各种各样的形状的反瓣。好，我们让这朵花包起来。啊，这样小的反瓣，小的反瓣，还有层次，让它有层次，有大的反瓣。笔尖可以蘸一点点曙红，笔尖现在可以蘸点曙红，因为要让这个花瓣的这个层次区分开来，所以我们笔尖要有深色。如果笔尖没有深色，你去区分不开这个花瓣的这个花瓣与花瓣之间的这个衔接的，还有一层一层的哈，一层一层的去叠加。当然，我们画一层层的花瓣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注意这个花瓣的这个层次的这个大小，不要都画成一样大。像这些层次里面要有大有小，可以有这么小的，有这么小的，有特别特别小的。那有特别小的之后，我们又可以来一半这个稍微大一点的这种层次啊，让它这个层次里面有这个大小的这种变化，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注意这个变化，大小变化。调色的时候我都拿了镜图，让大家看清楚一点这个调色，好不好？调色非常重要，而且颜色一定要调均匀。颜色调均匀了，你画成这个花瓣它才会好看，才会这个鲜嫩。好，这边再来一些这个小的各种各样的小花瓣，那小的旁边又会画一些大的。那我们这个是背面朝我们的这个反瓣啊，背面朝我们这个反瓣，它是背面的。那我们要画侧边的，侧边的我们笔尖一定要有深色。侧边的花瓣我们刚刚有给大家示范，按下去提起来，哎，再重重的按下去，再拖一下，这样子画出一个侧面的这个反瓣。这个侧面的反瓣旁边，我们还要有一些这个花瓣的一个层次。好，现在我们笔上没有这个底色了，就是有一点干了，有一点干了，我们就要加一点底色哦。有一点干了，我们就要加一点底色。
好，这个继续加这个花瓣，那这边还来一个这个侧面的这个反瓣，可以大一点，按下去提起来，再按下去，再提起来，再拖一下，这又是一个这个侧面的，跟这个是一样的这个反瓣啊。一样的这个反瓣，那像这些中间，我们可以再加一些小的花瓣，一些像中间的这些空隙，我们可以直接加上这种，直接点上这种碎瓣就可以了，直接点上就可以了。好，这个是两个这个侧面的这种花瓣。今天这个只是示范，什么颜色都可以。我用的是珠标大红曙红胭脂。好，这边我们再来一个，补充一些小碎瓣啊，这些可以补充一些碎瓣的层次，碎瓣的层次。好，我们这个正面的这个比较正面的这种反瓣，我们就画这么多。那现在我们要画一些比较侧面的这种反瓣了。侧面的反瓣它是比较小、比较瘦一点点的，这些都是比较大一点点。那我们画一些侧瓣，两边都会有一些小的侧瓣，一些小的侧瓣，我们包起来这种小的侧瓣，让它这样子包起来，好不好？按下去提起来，再按下去，再提起来，这样子让它包起来。好，这个层次还有更多啊，更小，这样子让它这样子包起来。这些比较小一点点，还有更窄一点的，可以让它更窄，这么小都有，让它有这种大小的这种对比，要有大有小。我们一直在讲有大有小。有变化，一定要注意这个变化。我们在画就是在画变化，画关系，画这个物象的这个对比。是真实的物象，它可能不是说一定是有这种大小的变化，但是我们画的时候要进行我们的艺术加工，把它变得不一样。好，这种是反瓣的这种有一些叠加起来的。那这些反瓣里面还有更多啊。那我们又可以大一点的，我们可以带一点这个往上勾一点点。啊，这种大的这种反瓣里面又有一些层次，我们画一个大的就画一个小的，让它这样子去叠加，让层次有叠加。哎，又来一个小的，这个小的里面还有更小的，让它层次显得很丰富。好，我们这样子慢慢的往上包，我们慢慢的往上包，这些所有的反瓣直接慢慢的往上包啊。好，这个反瓣，这个侧瓣里面还有往这个下面包的哈，往这个下面包一点，因为这个是常规型的花瓣，它会慢慢的这样子包起来。这个花心在这个位置啊，花心大概在这个位置，其他的花瓣慢慢的这样子往下包。颜色还是一次的调颜色啊，一次把这些颜色都把它让这个颜色有由深到浅的一个过渡。好，这个侧面的这个花瓣还画一些这个反瓣哈，侧面的包起来的，有大有小有变化。那这个包起来有这个两个差不多大，我们要画一些小的在中间啊，这样子包起来，让它有大有小有变化。我们画的时候，先把这些反瓣都画出来，然后我们再去补充这个正瓣，这样子的去分解这个程序就更加，就是你们就更加清楚的了解我们这个过程怎么去画。当然，自己在画作品的时候不一定是这么样去画，但是为了让大家更加清楚的、更加明白的去看清楚是怎么画的，我们就这么去画，这么去分解。
现在我们笔上没有底色，我们就加一点底色，用这个笔肚去加这个底色。好，加完底色之后，继续调色，调色还是一样的，依次的调色，先调这个这个珠标，然后调一点大红，调一点大红，调一点点笔尖蘸一点点曙红，还是我们继续画这个反瓣，这边再来一个反瓣。好，这个反瓣我们可以稍微大一点点啊，让这个反瓣也要有大小。这一笔的话，水分有点多，水分有点多也没关系，但是大家你们画的时候，你们一定要掌控好这个水分。你们尽量不要让笔上太多水分，太多水分你可能掌握不好这个度。你们刚开始就如果水分多了，你就在旁边的废纸上把它沾掉一点点。好，我们再继续来这个反瓣啊。这里来一个还继续包起来的这种小反瓣，让这个层次显得特别丰富，让层次更加丰富起来。好，这边再来一层，那这一半我们可以稍微大一点点，也可以让它包过来，直接包进来，这样子的花瓣也有。那有大的，就旁边就要有小的，那我们再画一个小小的，让它有这种小小的。很小的，让里面再来一个，让层次显得更加丰富一点，让它层次显得更加丰富。我们就是这样子，我们现在是对着这个真花来写生的啊，所以大家要多写生，多写这个。你们直接去搜这个牡丹花的照片，然后对照着真花多去写生，去锻炼自己。我们不要按照这个老师的花一样一样的，就是这刚开始当然是按照老师的这个花去照着去画去练习。但是你们时间久了，你们可以来真花，就是自己去搜一些真花的图片，自己照着真花多去练习。练习你的灵活性，到时候你画出来这个东西才会灵活，才会不会那么死板。好，这里面再加一些反瓣，这里面再加一些反瓣。好，这个反瓣，小的反瓣，哎，一个的话比较少，我们再加一层。这里再来一个层次。好，来一个层次，如果嫌不够的话，我们还可以加一些小花瓣。当然，我们待会儿到最后也可以慢慢再去加哈，慢慢加。现在不一定说一定要加那么多哦。还有这个花是包起来，我们上面这个地方画一些这个包起来的。好，这个也包起来，这小的花瓣让它包起来。好，这个包起来啊，这样子包过来，这个花就这样子包过来了。那我们现在反瓣画这么多，就基本上差不多了，是不是？我们已经把这个结构已经画出来了，大概的这个构造已经画出来了。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补充这个，补下面这个花瓣的这个正瓣。刚刚我们画组合的时候，画这个组合的时候，是不是已经教你们怎么去补这个正瓣了？啊，已经告诉你们，那我们现在就直接来补正个正瓣，直接在这个所有的反瓣里面去补正瓣。补正瓣怎么去补呢？好，我们现在这个结构，现在这个结构已经找出来了。最后我们来把这个所有的反瓣里面补充正瓣。那补正瓣的时候，我们的颜色要调深一点点哦，颜色要调深一点点。
好，我们调色的时候调这个正半的颜色，我们多调一点颜色，把笔上调深一点，调饱满一点，让这个正反半有所区别。不要两个颜色都是一样的话，就整个花瓣就太平了，缺少这一个层次感，缺少这个层次感。调色的时候，我拿上来就是为了大家看清楚我是怎么调的。我一边调，这个笔是一边在转动的啊，一边是在转动的，一边在转动这个笔的。一边在转动的啊，然后我们再来调这个大红，依次的把这几种颜色调到笔肚上，让笔肚有一个均匀的过渡，然后再调这个曙红，我们画这个正半的时候可以加一点点胭脂，笔尖可以来一点点胭脂啊。那我们先从哪里补起呢？这朵花已经呈现在我们面前，我们要从哪里补起呢？我们先把这些中间的这些小缺口先补上。这些小缺口我们没办法大笔一扩直接去画的话，我们要小心一点的，先把这个直接这样子去补它，把这个中间的这种小缺口先补上它。好，笔尖一定要最深的这个胭脂，用最深的胭脂补啊。这个小缺口用最深的胭脂来补，小缺口用最深的胭脂去补它，这样子这个颜色有区分，这个层次感就出来了。看到没有？我们先把这些小缺口先补上，颜色有深浅变化，它这个花的这个层次感就会出来了。好，这些小的缺口我们先把它补上它。好，这些小的缺口我们都先补上。好，我们正式再去补它的这个反半的时候，正半的时候，假如说这两个反半哈，两个反半都是。我们画的时候，笔尖是朝这个上面哈，那我们补反半的时候，从这个缺口这里最深的地方，这样子来画，这样子补一笔就是有一个正半了，是不是？这样子有一个正半，那我们可以再补一笔，让它再有一个层次，上面再加一个层次，就是让它叠加，让层次更丰富，是吧？这样子就有两个层次，感觉这层次就会很丰富了，是不是？我们这个花瓣不要，然后继续添加颜色。添颜色，笔肚上继续加颜色，这个缺口也是一样，我们这样子从缺口最深的地方这样子补，先补一个，补一个之后，我们还可以再补一个，让它的层次感更加丰富，再补一层。然后补的时候，这个花瓣这个缺口要自然一点。要有大有小，不要补的，尽量不要补的太圆了。你看，我特意让它不要太圆，大家补的时候不要补的太圆了哦。好，我们再补这边的，补充一点颜色，先补充一点颜色。继续来补啊，这个小的这个缝隙里面补上来。好，这里补上，然后这个小小的只露出一点点来，我们也要补上，让它有一点点看得到一点点就可以了。看得到笔吗？来，这样子补上这个里面的这个正半，看到没有？这就是有正反半的这种组合了。好，这个小小的里面，笔尖还是要补充一点点深色哦，好，小小的补上一个正半，那里面这个缝隙里面，我们再补上一个正半，补上一个，我们还可以再补充一层，让这个层次更加丰富一点点。好，这里再来一层，
这个花瓣就是层次更加丰富。我们补的时候，花瓣尽量不要太圆了。你看我是分笔来画的，尽量为了是不要让它画的太圆，我们先把这些短的先画了之后，我们才去画这个后面的这种大花瓣。这里我们是不是留了一个？留了一个就是为了最后我看一下这个花型要怎么画，这个花瓣怎么画，我们先把它留上来，好不好？这个花瓣我们也可以先画上。外围可以留一圈，我们先把中间的这些先补上，外围的可以留一圈，留一圈就是为了待会儿我们把这个看一下这个花型，最后要看一下这个花型。好，这边补一个，好，我们再来补这边的，再来补这边的。好，我们笔上有点干，有点干，我们可以加点底色，加点底色。因为这朵花它不是一个纯大红色，所以说还是可以加底色的啊。加底色，先调这个珠标，先调这个珠标，然后调这个大红，然后调大红，然后调一点曙红，调一点曙红，再调一点胭脂，再调一点胭脂。好，我们把这边的这些小的花瓣里面的这个正瓣也补上。这里面的最中间的这些直接这么去补就可以了。好，里面的这些小花瓣直接这么去补就可以了。笔尖一定要有深色的啊，笔尖一定要有深色的。好，这个可以让它出来大一点点，慢慢的这个花瓣就展开出来了。笔尖一定要有深色的，笔尖一定要有深色，这个花就慢慢这样子包起来了。好，这边再继续补啊，把这些所有的正瓣，我们看得到这个反瓣的地方，先把这些正瓣先补上，补上之后我们再看花型，然后我们外围的再加这个，在外围一圈再去添加这个花瓣。这里我们可以来一个大的花瓣，让这个花瓣有大有小的这种变化。这个大花瓣的时候，我们要画出这个花瓣的变化，不要把它太圆了哦，避免画的太圆了。好，我们这个珠标没有了，我们再要加一点，待会儿要再加一点珠标了。好，这边大，那我们这边只能小啦。要有大有小的这种变化。好，这边也是，这边继续来补，继续来补，把所有看得到这个反瓣的这种缺口的，先把它补完它。这边可以补一些，补多几个层次，这样子来让它包起来。好，这里还有反瓣，我们还要继续来补。这个越到下面这个花瓣，我们越可以画得更加深一点点啊。画得更加深一点点。好，这里再补充一个。这里补一个花瓣，如果觉得不够，我们还可以再补，其实还可以让这个层次更加丰富。这里再补一颗。要补的不一样大，让它花瓣有大小的这种变化。好，我们现在该伸出来的都补了之后，我们现在怎么做呢？我们现在要补充这个外围的，不然的话这个形状是不是不太好看？不太好看，没关系，我们画画就是这样子，刚开始就是看不出来好不好看，最后我们要慢慢去调整。好，我们笔上蘸一点底色。
沾点底色，我们可以在旁边的废纸上把前面的那个深色的把它画掉一点点，不要让笔上的这个深色的太多了，因为我们要画上面这个花瓣的，上面这个花瓣的话颜色稍微浅一点点，上面这个花瓣颜色稍微浅一点点，还是一样，先蘸这个珠标，然后再蘸这个大红，再调这个大红色，再调一点点这个曙红。好，我们这边是有一个大的花瓣，这边还有一个这个反瓣，反瓣这里没有补充，那么这边可以补充一个，我们可以让它上来长一点，包过来。好，这边太平了，太平了，我们可以这个花瓣还可以继续叠加，上面就可以补充这些小的碎瓣了，直接往上补充这个小的碎瓣了。这里这个花瓣往上补啊，往上补，然后这边我们还可以添加，再去添加，这里太平了，然后最后都是在调整的这个细节啊，都是在调整。但是调整的时候，我们尽量这个花瓣也不要太圆了，我们可以画顿挫，有顿有挫，这样子画出这种花瓣的它这种边缘不规则的这种边缘来，它的这个花型才会好看。好，这边我们要来一个大的花瓣。我们现在的颜色稍微调浅一点哈，外围的这一层我们稍微的调浅一点点，不要太深了。这里来一个大的花瓣，这样子外围包一个大的花瓣过来，这个缺口我们先留着，留着到最后我们再去调整它的一个缺口。好，这边的花瓣稍微的有一点点平，有点平，我们先不管它，我们先把这个下面的花瓣先画上。下面我们来一个特大的一个花瓣，按照这个真花来说，它这下面就也是有一个特大的一个花瓣。那画这个特大的这个花瓣的时候，我们可以把这个底色再调深一点点，再调一点三绿进来，让这个颜色让它有点灰的这种感觉啊。让它有点灰的这种感觉，因为每一朵花它最下面的这一层花瓣，一般它是最开始开，这个珠标没有了，我们再挤点珠标来。最开始的这一层花瓣它是最先开的，它会经过这些风吹雨晒，它都会有一点旧的这种感觉，它会有点灰有点灰灰的这种感觉。我们还是一样，先调这个。底色稍微深一点，然后还是一样，先调这个珠标，然后再调这个大红，然后调一点这个曙红，然后再调这个胭脂，胭脂可以稍微多蘸一点点，最后的这个大花瓣，我们这里来一个大花瓣，你大概有多大？你大概想把这个花瓣画多大？你可以先用这个指甲先这样子去比划一下，哎，这个花瓣可能比我们这个笔还要大，我们。说这个大花瓣怎么画的？这样子滚哈，滚出这种边缘有这种缺口的，这种滚过来。这个一笔只能滚到一边了，所以现在我们还要加一点水分，因为这个笔上的这个水分不够了，加一点点，加一点底色哈，不是水分，大家加一点底色，然后继续调颜色，然后把这个花瓣的这一边给滚出来。因为这朵花这个花瓣有点大，分两笔去画了。好，这个大花瓣，最后的这个大花瓣，如果这个画的不到位的地方，我们可以再添一下，没有关系的，可以再添一下。你这个花瓣如果觉得不够大，也是一样，可以继续往后延伸一点。如果觉得不够大，还可以延伸一点哈。好，这是一个大的花瓣，然后画完之后，我们再看一下啊，再看一下整个花型。我们这里是不是要加一个花瓣？我们现在就是慢慢去调整整个花型了。哎，这个笔上的这个胭脂太多了，我们把它蘸掉一点。如果胭脂太多了，我们去调这个珠标的话，可能它颜色就很深了。我们把这个从在这个废纸上沾掉一点点，然后再沾一点底色，还是一样去调这个珠标，先调这个珠标。然后再调一点这个大红，然后调一点大红，然后调一点这个曙红，调一点胭脂，调一点胭脂。好，我们这里可以来一个花瓣，补充一个花瓣，直接在外围加这个层次。我们补充这个花瓣的时候，我们要注意这个边缘不要太圆了啊，不要太圆了，笔尖再蘸一点深色。
笔尖再蘸一点深色，我们可以让它有变化。这个花瓣不要直接圆过来，可以分几笔，让这个花瓣的这个形状它有变化。好，我们可以回一下笔，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个褶皱。像这些地方也是可以回笔，但是回笔的时候不要太深，现在笔上太深了啊，不适合回笔。那我们现在再看一下这个花型有什么，有哪里不好，我们再去慢慢去调整。现在要做的就是调整这个整个花的一个外形了。那这里我们可以再加一点点哈，这里再加一点点。这里可以加一些小碎瓣啊，直接这个碎瓣直接这么去点它就可以了，直接这么去点它。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花的姿态有没有哪里还需要添加。那这个花瓣我们可以让它大一点，让它再过来。现在可以回一下笔了，现在可以回一下笔。回笔的话，表示这个花瓣的一些褶皱的地方。好，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花型，看一下花型，大家看一下这个花型行不行？有没有哪里需要调整？还有没有哪里需要调整的？好，然后我们把中间这个心给画上。这个心我们就用最深的颜色，用这个胭脂调一点曙红，调一点胭脂，画上这个花的花心。画上这个花的花心。啊，这个花心，这个就是画这个花心的位置了。然后你到最后的时候，你看一下需要哪里需要更加再深一点的，还需要哪里需要调整的，你再慢慢再去调整一下。其实这朵花不需要怎么调整也差不多了，就这样子也可以了，就不需要怎么去调整了，差不多。啊，这朵花就这样子。然后我们再看一眼我们的真花。今天我们画的这一朵花，它跟是这朵花，虽然颜色画的不一样的，颜色是用的不一样的颜色，但是花型是差不多，花型是差不多啊。来，我们画一下花心。我们花心中间用这个三绿哦，用这个三绿画这个雌蕊，用三绿画雌蕊。画成5个瓣的5个瓣，然后中间用这个胭脂，中间用这个胭脂提一下，然后我们再画这个雄蕊这个花心，花心我们用我们的花心最小的这支笔来，然后我这个小瓶子是调好的，是这个藤黄和太白1:2的调和，你们也可以这样子来一个小瓶子把它调好，不用每一次都去调啊，不用每一次都去调，调好的直接放在这个小瓶子，就每次就可以直接用了。好，我们画花心一般画5组，像这个挨着这个下面这个花瓣，下面1组，下面2组，一边1组，然后两边各一边1组，中间1组，像这样子去分布5组这个花心。好，这个下面的花心我们直接这样子挨着这个花瓣去点就可以了，挨着这个花瓣去点就可以了。要点出这种有疏有密的这种感觉。好，挨着花瓣去点，可以点得很整，点得很整，然后偶尔这样子跳出1、2个，它就好看了。好，这2组，然后再点这一组，这一组的话我们往里包一点，往里包，这样子带一点勾，可以带一点勾哦。带一点勾，往里包，
哎，这样子往下包。好，这一组也是一样，可以往稍微的勾一点，这上面这一组也可以稍微的勾一点，也可以不勾。花心我们可以画的很整洁、很整，偶尔跳出1、2个来，这样子就好看了。好，这一个往里包，稍微的笔有一点弯度，看到没有？往里这样子包。花心也是要有一点姿态才好看啊，有一些跳出来，有一些跳出来，像我们再调整一下这一边的，上面再来2个，密的地方让它更密，然后偶尔跳出1、2个来，这样子这个姿态就好看了。好，我们这个花心就画这么多，每一朵花根据这个花的这个中间留的这个位置，还有这个花型来去画花的形状去画。每一个花心你不要都画成一样的，再画一点这个丝，花心的丝就可以了。然后这朵花就这样子，它干了之后颜色会变浅一点，干了之后它颜色会更加好看一点点。中间的花心是藤黄加太白。藤黄加太白1:2的调和。好，我们加上一点叶子哈，加上一点叶子。画小品的时候，我们叶子不需要太多，就点缀一下，衬托一下就可以了。画叶子画太多，可能就起到反作用，不好看。我们让它从这个侧边出来，从这个侧边出来。好，这个枝从这里出来哈，这个嫩枝干从这里出来，然后这里画一些这个飘带，哎，这个颜色没有调好，画一下花托，这个花托也要有一些姿态啊。稍微加一点水，这个花托基本上会被叶子盖住，但是我们还是要画一下，它会画个1、2组叶子就可以了。像这个小品的话，只是看我们这个叶子怎么安排好。好，我们这样子画一组叶子，来这里来一组。就像这些花的话，下面它有的时候会长一片叶子的那种小叶子，大家有没有看到过？仔细去观察的话，它会有一些这种小叶子。因为这个一边一组它太平均了，就一边一组，没有什么变化。那么这边可以再加一组，这样子加一个小的，哎，这种叶子，像我们这种叶子这种和枝干这种交接的地方，也会有一些这种小嫩叶出来。大家要仔细去观察，也会有的啊，它可能会不止一片，可能还会有一些这种小小的这种感觉，有没有看到过没有？哎，这里也可以来一个啊，像这样，在我们画小品的时候，画细节的时候，就可以画一些这些东西。好，我们再加上它的叶子，好不好？加上叶子。画叶子我们用的颜色是前面我们画给大家示范这个叶子的时候已经调好了，就是这个花青加藤黄加墨，花青加藤黄加墨调的这个墨绿色。我们先画的时候先笔上蘸上这个墨绿色，但是要刮掉笔上多余的水分，不要水分太大了。然后我们画的时候笔尖要蘸这个浓墨啊，笔尖蘸这个浓墨，笔尖调这个浓墨来画。我们这一个，我们先画哪一组叶子呢？先画哪一组？先画这一组吧。先画这一片，让它垂下来，穿过它。画叶子的时候，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这样子是一片叶子，一片叶子。
那它这个下面还有中间还有一片比较大一点的，我们可以画成侧面的。你看这种侧面的也是一样，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画出这种侧面的。那还可以画一个这种更加侧面的，只看得到一个侧面的这种叶子，这里是只有一个侧面的啊。然后我们再画一下下面的这一组，下面这一组我们可以把它画得更大，这个叶子更大，我们就直接往下面来，让它更加有一个侧瓣的这种感觉啊。拉长一点，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哎，这样子就是一片叶子了。那它还有这两边还有叶子啊，一个小的组合是3片叶子，它称之为一个枝是有3片叶子的。那我们再来画，当然这个叶子会有些形状上会有一些不一样。那么可以让这里本来这边还有一组，那我们让它这一组不要从这里长出来。这样长出来它可能没有那么美观，不要那么好看，我们直接让它又反转过来，又长到这里来了，让它从这里出来，让这里显得更加丰富，更加多，叶子更加多，直接让它从这里长出来。我们等一下画一个枝干让它转过来就可以了，让它这样子显得更加会有层次感一些。还有这边还有一组，这2组在一起，那么这一组我们就让它把这一组让它分开了。好，我们先蘸一点蘸一点这个我们画叶子的这个墨绿色，蘸一点这个墨绿色，然后笔尖再蘸这个浓墨，好不好？好，我们再画这一组让它往这边来，哎，侧起来，让它翻转一点，还是一样，中间一笔大，两边还是要一边一笔小，这样子画一片。我们再加点颜色，再画这边的一边还有一片。一边一片，我们也可以把它画成一点侧面的，把它画成长一点的，哎，两边各一边一笔。好，这是2片，那么它一个组合有3片，这里还有一片，我们可以画浅一点。画浅一点怎么画？我们浅一点的时候，我们不要再蘸这个墨绿色，我们直接可以洗一下笔，沾一点水分。好，这里还有一组叶子啊。这一组叶子我们同样可以不用画过来，同样让它都从这一边长过来，让它穿过这里，好不好？让它穿过这里，这样子长出来，让它有一个穿插的这种感觉啊，让它穿过这一组叶子，让它这样子长出来也可以。来，我们再去补充一下这个，它的这个叶柄，补充一下叶柄。我们刚开始是画了这个叶柄，但是不是太明显。这2组，哎，都这样子长过来了。这个也是有一个叶柄。好，都翻过去了啊，都这样子翻过去，让这边这个叶子都朝这边去了。好了，这是一组叶子。其实这个跟我们之前画的一个小品有点像，像这个花正好画的这个位置，像这样子安排叶子的话刚好。好，这里可以画一组叶子，这里画一组叶子，我们可以画嫩叶子的颜色。画嫩叶子的颜色，我们这一组怎么画呢？我们这一组它肯定已经长出去了，我们就让它又回来，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这样子回来的这种感觉啊，从那边转回来的这种感觉。我们调的时候可以调这个画嫩叶子的颜色。还是一样，中间一笔大，两边各一边一笔小，还可以来一组。好，这样子，就这个小品的话，可以不用画太复杂，我们可以加一点老枝干，直接用这个墨啊，直接用这个墨加一点老枝干。
这个老枝干我们这里可以画一个小嫩芽，这里再画一个嫩芽。画嫩芽的时候，我们用这个直接用这个藤黄，加上这个胭脂。直接用藤黄加胭脂，这里来一组嫩芽。嫩芽也可以画的，不要画太瘦了，画的肥厚一点，它这个才长得出这个叶子。画一组嫩芽。好，下面这个花的地方，这个衔接的地方也要画一些嫩芽。好，我们再勾上叶茎哦。勾叶茎，我们直接这个老叶子直接用这个浓墨，来，一个叶子上只需要勾2、3笔就可以了，不要勾的太多太复杂。我们这个中间这个线勾在哪里，就勾在边上，就代表是一个侧面的叶子了。好，这一组也勾一下。我们提什么字呢？提什么字呢？提什么字？想一下啊，提长一点好吧？提一首诗好吗？提一首诗好不好？天事有过能盖世，国中无色可为邻。好，看一下哪里再盖一个章，看一下哪里要不要再盖一个。这个不用盖也可以了，可以了。这里加一个也行。这里来一个好不好？这里来一个，来一个闲章。